其实讲到这啊，我觉得也可以跟我们运动 DNA 的朋友们分享，就是说，我们常常开玩笑，你到底很多时候爸爸妈妈，你到底是让小朋友喜欢运动还是讨厌运动？对啊，因为排一个，他真的就是啊，都是你帮我排的啊，你有没有问过我啊？是我喜欢还是不喜欢？对不对？那回到这边，我倒觉得，因为像正如刚刚分享的是，或许我们家长可以做什么？那我反而是就我的观点，可以给大家一个分享，就是大家都讲说我们在分享是要做什么，那是不是也不要做什么？好比说，像我这阵子，我跟我儿子说，不是别人成功你就失败啊，就不是别人他投完篮，因为其实教练有开课表嘛，对，那课表不是说别人都做完了，比如说他投罚球100颗，他做完了，然后代表你就失败啊，你只是昨天就是疲劳比较累，然后你今天多休一点点，那下午就去了，那甚至于很好笑的是说，他投到，因为慢慢的我们有在调一些动作了，因为毕竟你知道国小升国中，一框不一样，对啊，二球不一样，所以那个力道跟姿势，就像正如这种常分享嘛，就发力嘛。其实投3分不是说你用力就好，而是用对发力的部位。所以那阵子也是在跟他，我觉得就是这阵子在跟他在讨论这个，当然也会有情绪来的时候。像我很多时候我就说，就像刚刚提到的，不是别人成功你就失败嘛。对。然后再来的话，其实你已经接触这个运动多年了，你也知道怎么样该调整自己。一时候，就像我印象很深刻，我跟他提到的说，你会不会因为你的队友一球失误，然后你一直让他纠结，然后不回防？没有啊，赶快回防啊，过就过了。我说那就对啦，你不要因为你这一球没投进，然后一直觉得说对自己纠结。对，就说啊，我明明都会进，为什么我现在就是小朋友？因为毕竟还在成长中，我觉得偶尔还是会，纵使他已经从事这个运动多年，所以我觉得不要跟人家比较，二的话不是说每一次，就像三福老师上次有讨论有分享嘛，一个小朋友一比完赛，然后爸爸妈妈在车上都跟你在那边检讨，我觉得这也是爸爸妈妈，如果你是在从事运动的话，可以不要做的事，就是不要跟他比较，然后不用去硬要在这个赛后做什么检讨。当然，如果他打得很好的话，你可以跟他检讨啊，增加他的自信心。对了，正增强，正增强。对。然后甚至于说我们就是好比说每次在盯就是成绩嘛，那你今天有上场，你准时到没有错，可是你打的可能就是为什么今天命中率不好？对，为什么有投，或者是为什么今天输球？对啊，就像我们也聊过的嘛，没有人说投一定就要进啊。对，那很多时候运动给我们的养分不一定只在成功，很多时候反而是失败。就像正如刚刚有提到，你到底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对，出去玩，我觉得这很重要。小朋友，那我也曾被我妈讲过啊，你现在这么小，他们会记得什么？不好意思，他们真的会记得，还真的记得。很多时候反而是我忘记了，然后儿子会突然，或者女儿都突然间，爸爸，你知道我们在哪边？他说，涩谷的哪一条小巷子，然后有一个充气娃娃，怎么的？哇塞，你知道我原本真的忘了，可是他一讲，我突然回忆就来了。所以你说小朋友真的记不得吗？他们头脑很好。对，然后加上现在又有手机，对吧？像你刚刚讲的心得的话，我觉得我儿子一定是用讲的。然后他就会哒写出来，然后他聪明一点就会用，请 AI 你帮我看一下有没有错字。我觉得没有，可是我教他们要用写的，他们不会用的。对，我说我儿子他就是会动这种，你知道吗？对。可是我觉得也不错，这就是他懂得用别人来帮他做事情。对了，确实啊，对了，然后，那南模我想问一下，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讲说要 push 嘛，对啊，那就是有的时候 push， 但是就你的认知啊，你觉得什么是推过头，然后什么才是适当的推一下？什么是推过头，什么是适当推一下？对，基本上我不太推，所以OK，我觉得我应该讲说，我是比较是属于一个，他如果来询问我或请我帮忙的时候，我就会竭尽所能的帮忙他，解决问题，或者是给他想法，或者是
练他想要练的东西。可是他如果没有来问我的话，或者什么，我就会尽量让他去试。就是因为他如果今天试过之后，他成功了，他自己就开始可以摸索得出他怎么样去完成他现在想要完成的事情嘛。对。那当然完成不了，就像刚刚讲嘛，他说我去帮你问，他完成不了的话，他就会来找我协助嘛。那我去带领他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变相也知道该怎么处理了。那下一趟他就可以用他的方式去做。所以基本上我们家可能都比较是，如果他有需要，他来跟我要求的时候，我就会你遇到什么困难，我会先问你遇到什么困难，那你哪里不会，或你需要什么帮助，那我去帮忙他。但我不会主动的一直要他变成怎么样，因为我觉得第一个有可能你给他的方式他不喜欢，或他不习惯，也或者是有用的，我不知道。但至少我的方式是，如果他来，因为我蛮相信一句话，就是当你需要的时候，你才会很认真的去学习跟学会这件事情。可是当你如果没有那么需要的时候，或者是当你觉得我明明可以的时候，我再一直推你的时候，我觉得会有一个排斥感，就是我就可以啊，为什么你要这样子？就是我明明就想要我自己试，你为什么要一直就是 push 我或是帮我？对，所以我如果以我的概念的话，都是等他需要的时候，我帮忙你解决，然后我教你。可是我不会主动的去把你变成什么样子。OK， 我这一题啊，反而我倒觉得是说推过头，我就不拿什么实际的案例，我倒觉得可以分享给我们运动 DNA 的朋友们是说，当小朋友应该这么讲，当爸妈急着做一些事，反而小朋友没有动力的话，我觉得这就是逼过头。对，举例好比说该练球了嘛，以前就会是，爸，赶快，我剩5分钟，然后我们一定要出门，不然我们一定会迟到。这是他比你更积极。对。但如果你比他积极，是快点，不然等一下5分钟，然后他还在慢慢摸。其实是不是有的时候是这个，或许是一个征兆，就是你的付出已经大于他的动能的话，我觉得某种程度好像有点逼过头。当然，课业那另当别论，那 no bargain 嘛，就是那没得谈，因为你现在的职业就是学生，你就是好好念书，就跟我们上班，我今天不会跟儿子说，我今天好累哦，就那我改9点半上班好不好？明明9点要打卡，9点半再上班，这不可能嘛？对，所以很多事不能谈的。但我说，如果在培养运动或者是这个兴趣的同时，你逼过头，或许这我觉得是可以提供大家可以怎么讲检视的一个地方啊。我觉得，我觉得其实应该要说逼过头，我觉得大家可以用另外一个方式，就像我们前几集我们有讲过，就是也像钓鱼的方式嘛。你可以想要他成为那个就是你想要的那个样子，但我们不需要用逼的，你可能用一个诱饵或者用一个诱因，慢慢把它勾到那边。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不会觉得很被压迫，就是爸妈一定要我怎么样，反而是爸妈一直给你一些甜头，或者给你一些诱饵，说其实我觉得怎么样，让他去试，他自然有自信心了，有喜欢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相对我们根本不需要去逼他，或者是 push 他，他自然而然可以达到那个境界。对啊，那反而你说适当的逼一下，好比说像我们自己有做重训的就知道，我说曾经做过重训，好比说那个。或者说，再一下，假如说你卧推原本只要10下，可是今天状况好像特别不错，那有的时候会想说，那多盯个2下，但你可能在最后那一下会开始发抖，有没有？那就是再来，或者是说，就像那个英文常讲 one more。我觉得那就是你想要跟你不想要嘛。你想要的时候，其实我给你稍微一下子，你会觉得很有冲劲。对，就像你刚刚讲重量嘛，明明。帮补，我明明只有这样一点点，可是你那一点点你就可以很有力可以起来，我觉得那就是对你第一个我觉得我练到了，然后我也很有自信，可是也不是帮你好帮你，结果是我在练二头，对啊，明明你在练卧推，结果变我在练二头，对啊，我觉得那是不一样的，当然在做那个人说，你在干嘛？对啊，我觉得这是一样的道理啊，对啊，这我觉得也是提供我们运动 DNA 的朋友们来参考的，那。
我不晓得，讲到这边呢，其实暑假剩这样子，快剩大概1个月。那我不知道，正如你觉得，你希望就是暑假小朋友有什么样最大，不要说最大，就是可以有什么样的改变？我觉得什么样改变哦？对，就是第一个一样嘛，身体要长高啊，长壮啊。对，因为如果你要成为运动员，我觉得这当然身体的照顾是唯一必须的嘛。那你说其他，我自己，因为以我自己以前而言，我每一个暑假我都但可能就设定一个小小目标，就比如说我今年要变壮，然后或者是我今年要比去年命中率再高一点，或者我今年要再多学会什么技巧，我不会多，但是我就一定会设定一样，那我去朝这个目标去迈进。那你想，我刚刚想，我们可以当中有这么多暑假，如果你每一个暑假都可以增进一个的话，那累积起来蛮可观的。那当然你有能力，你可能设个2个目标，都达到了，这就跟存钱一样哦，我一天存100，10天也是1000块啊，对不对？对，就是慢慢的去累积啊。那如果你要说我一个暑假我要变成 LeBron James、Michael Jordan 什么，我觉得那但比较不太可能，不是说不太，就是不切实际啊。对，可是如果你都给自己一个目标，我对相对的你的动力也会增加，是，然后你会去想办法去对它迈进。就像你赛季，举例我在赛季，可能我希望我今年可以命中率多少，或者是各方各面你想要去增进的目标，你去朝那边去达成，你至少在这个赛季当中，你不会觉得很无聊，因为你一直有东西在挑战。但你球队的大目标一样嘛，可是你至少对你自己的目标，你一直去挑战它，你不会打得很就是没有动力这样，对啊。对啊，我觉得那个目标让我想到，我记得我好像有一年，忘了是高中还是国中，然后我暑假立志背5000个英文单字。哇，对，但那时候没有像现在有这么的我觉得现在的资源资讯来那么发达，以前就是买一本那种，对，你知道，就是书店里面有什么常用几千字单字。就硬背这样子，5000个，如果这样一天快要背到快100个对，但是我以前背单词真的蛮快啊，可能你不能说 A 也是一个单词。不，当然没有，那 THE 也算嘛，什么 there、here 都算嘛，都是，不是应该它有那种比较就是常用的啊。我们讲那个它专业术语叫高频率，对，就你很常会用到，很常会用到，比如至少是Monday 到 Sunday 这样子，因为很常会用到，对，就是。我记得我好像有达成，但是还是会忘记。我觉得就是常用啊，真的，因为语言这种东西一定都是这样子啊。对，就像你常讲了，管你对不对，人家其实国外的人其实不会在意你的那个我们讲腔调。对啊，你只要听得懂。就像我们不会在意外国人跟我们讲中文说你就是他们腔调比较不一样这样子。对，就是你会说，你怎么讲话腔调怪怪，你就知道明明这就不是他的目标。对啊，没错。那讲到这，刚刚讲说最大的收获，那你觉得暑假最不要浪费的是什么？不要浪费啊！对，我觉得不要花时间浪费的是什么？我觉得这个讲的又好像也没有那么好，就像我们常会这样跟讲，因为现在确实就3C 对什么有的没的很多嘛。然后但我们有时候就说，你不要一直打电动啊，你不要一直看电视啊什么。但是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就有时候我们也想要休息。那我觉得这个反而这是最快给他们的东西。那我们有什么方式，或者可能就陪他一起打电动嘛？对啊，或者看电视可以啊。那我们不要看那些什么短影音啊，或者什么。那不然我陪你一起看一些可能比较有意义的东西。就像他们现在就是10万个为什么的时候嘛。然后每次说爸爸那个为什么什么啊，为什么什么？我说好，听。现在那个 ChatGPT 这么好用，你们也会用，你们去找出来之后，你跟我讲，因为我也想知道，因为我也答不出来嘛。对，他们就好，那他赶快去拿手机，一个拿手机拿 iPad 在那边问，在那边找。然后我就说好，如果在看电视，我说好，不然 YouTube 你们不要看那些东西，你们就去看用 YouTube 找，因为 YouTube 一定会有一些影片或者什么解释，甚至他们可能问到什么人物啊，我说不然你去问那个。对。因为像今天我们可能什么啊，前天去拜那叫什么虎爷，就土地公下面那个虎爷，他们就说什么是虎爷什么，我说你去找啊，你去问，那他会解释，
他会跟你讲说什么是虎爷是什么，他们就会找。然后我说那你找，你跟我讲，因为我也想要知道。对啊，那变相还是会花到时间，让他们可能会玩手机，会看他们想要看的东西。可是更多的时候，可能他可以就是借由这些我们给他的10万个为什么，他自己去找寻答案。那他用的这个东西的时候，会不会就相对的是，比较对于我们来讲，好像比较没有，好像觉得你就是一直在打电动啊，就一直在看手机、看电视这样。对啊，那我自己会这样子啊。当然，你给他打电动还是会打，因为爸爸也蛮爱打电动的。我们这一代成长过程也是从打电动，也是有经历打电动。那但我就会陪他玩。像前几天好笑的是，他们很想玩，我说好啊，那不然 Switch 我们来玩那个 Switch 的那个 Sports 就玩运动嘛。然后我就说，他说你可以吗？包括我现在羽球很厉害，我说我才不信，对，真的厉害。不是，他们真的很厉害，我真的打不赢，然后被我老婆笑，因为我跟他约定好说，如果你3战2胜赢我的话，我让你打电动啊。我以为就是你还想打电动，我就只是在这边把你打掉了，结果我输了。我一直摸摸鼻子说，好吧，手机给你们去打吧。对啊，但我觉得这是一个互动啊，那也觉得你也是在陪伴嘛。那当然他达到他的目的，我也达到我陪伴的目的。那中间的那可能给他设定20分钟、半小时的时间，那你可以去玩你喜欢做的事情，我也可以做我想要做的事情，那就互相休息一下，这样，对啊。我觉得就像讲到的，很多时候像我们家长会需要的是我们讲 me time 嘛，对。可是跟小朋友很多时候其实要珍惜的是现在只有这个阶段可能才有所谓的 we time， 对，这我们的时间。那因为我刚刚也在思考，说其实回想我们自己小时候的暑假，我觉得也蛮有趣的地方是，因为我们那时候没有3C 嘛，电动才刚开始。其实讲真的，因为一片卡带也很贵，对，你再怎么玩，但一个暑假其实也是玩到后面也是差不多了，对，该破关或者该玩的，对。可是我倒觉得说，很多时候我不晓得，像正如我们小时候会玩那个什么跳房子啊、爆天空啊，然后那个橡皮筋啊，什么过5关啊。那你知道，很多时候我有一些同学，你就会发现他有特异功能，好比说他很会跳，他很会跑，那反而那个技能是在玩游戏之中，慢慢的被发掘或是培养。就像很多电影不是说，那个谁，像我曾经看过一个电影，就是那个有一个球员他没办法打曲球，结果他是一个卖花生的那个我们叫 Peanut Boy，结果他就叫他丢，结果反而那个被选到的人打不到，因为他平常就在做这些动作。就是很多时候我觉得就是应该这么讲，说不值得浪费，应该是只在重复一件事。对，我自己觉得啦。但是你可以多方，像我们小时候玩这么多，虽然好像出社会用不到，对，然后跳房子单脚跳，然后抱那个天空，还是玩那个什么弹珠、昂啊飘，然后甚至于我相信现在有些小朋友应该还有玩，就是拿竹块然后绑橡皮筋，绑橡皮筋那种。那个我以前超会组的，可能我现在都忘了。但是那些对一些偶尔你未来在绑东西的时候，你是不是就可能啊？对，应该会多少有用，就像。最近他们不是很红的那个什么，对，那个什么陀螺，战斗陀螺吗？对啊，那小时候我们没有这个东西嘛，可是现在哇，他们可以研究到什么多重啊，几公克哪一种可以这样，一研究可以研究很久就像如果你要回想我小时候，因为我们没手机嘛，那时候很流行轨道车。对，四驱车。我跟你讲，轨道车，我真的可以坐在那张桌子上面，拿着我的小工具箱，里面什么都有，我就一直弄那台车，我可以弄2-3个小时。对。然后我就可以去，他们会就是你马达要自己绕嘛，然后什么你要去研究它的培林啊，什么培林会比较转，不要转什么有的没的。就可以研究很久。那好比说像现在，可能大家们也喜欢玩乐高，像我直接丢个乐高给我儿子，他在那边可以煮很久，而且他可以自己煮好。我就教他怎么煮，怎么看说明书，然后教他大概的，然后他慢慢摸索。他确实也可以煮得蛮好，不错。我觉得相对的，某些时候也是可以有这些的东西让他们去发展，而且。会不会煮出兴趣来玩？哪一天你随便给他煮一个摩天大楼出来，你吓死你！对啊，讲到这个我真的有感而发，因为我的小儿子，对他就像你讲的，他就是玩乐高，可是都是刚好朋友，因为你知道大儿子他的同学或朋友年纪都上国中了嘛，
所以你也知道小儿子还在幼儿园，明年才上国小，所以很多人家里就会乐高没完，然后就送给他。哇，他没有说明书，但他自己就会，你知道，就像你讲的，自己会就创造他们想要创造。我觉得那就是培养他们创造的能力啊。而且讲句坦白，乐高也很吃空间的概念。是，对啊，那你怎么组，你自己拼凑出来，会不会相对于他的脑袋的空间概念或者是一些排列组合，就会有不同的想法跟进步。对啊，所以讲到这边的话，其实因为我们还是回到这个学生运动员的暑假嘛，那我倒觉得是说，我不晓得，就是正如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因为孩子一定很在意爸爸妈妈的感受，那如果在就像刚刚提到，如果在很 push、在很推的状态下，那个孩子会不会觉得说，你好像只喜欢会打球的我，而不是真正的我？对，那我不晓得你会觉得该怎么样？我们可以怎么做，或者不要做什么，让他们觉得，爸爸妈妈其实不是只爱打球的你，其实你就是我们的小孩，我们怎么样都爱你。我觉得一样的老话一句就是我不会去强求他一定要怎么样，他不管做什么事情，他只要做得好，我都会称赞他，即便他今天只是帮我收家里、折衣服、折棉被或什么，他做得很好，他把书桌整理得很好，我也说，哇，你今天怎么那么棒，可以把这些弄得那么好，不再是什么我们一定要教说，你要干嘛要什么的，就是我会比较多，就像对珊瑚老师讲的一样嘛，就是增加分啊什么，我会给他们。其实你很多东西都可以做得很好，不是只有你打球才是你现在。当然打球是你现在最喜欢的东西，我也可以去支持你。可是其他，因为毕竟你以后的人生或者是之后不是只有打球这件事情。对。那所以其他各方各面我都还是会去支持他。就即便像好，你说游泳，对啊，我说哇，你怎么这么棒？然后他自己也说有吗？有这样有很厉害吗？他不知道，他说这样有很厉害吗？我说。爸爸真的没有办法，我说真的，他就会说，可是旁边的水道的那些都可以这样一直游啊。我说没有，因为他们也很习惯这样子做，可是我很少看到你，就是我也不常跟你这样子游泳，可是我突然发现你会这个，我真的觉得很厉害，而且我打从心里的佩服他。好，对啊，然后对啊，那他相对他也说，真的吗？我真的，所以变相他可能对这件事情他也产生了自信了嘛。对啊，所以。就他会自然而然会觉得说，爸爸不是只有爱打球那个的我，或是什么，还有游泳的我，对，或者之后还会有更多。你如果考100分，你更棒。我也喜欢考试。哎呦，正增强，对啊，没错啊，就是这样。我觉得这也是提供给大家一个，就是跟大家分享啦，就是运动当然就像讲的，它无论是一个兴趣或者是一个才艺，对，因为我们慢慢的也是有一些家长，那其实他把它当才艺，我觉得也不错啊。对啊，因为像我知道的是，你会打篮球，我至少在求学的阶段，好像先撇开你们是真的就是体育班这样子，不然一般当体育课的时候，我要跟他一队，你知道，开始人缘变好了。对，真的。对，我要跟他一队，因为他比较会打。而且以前大家都想看那个。我们都开玩笑讲嘛，因为会运动的，好像就会比较帅一点，在学校就比大吃香，在班上比较吃香嘛。然后哇，那个谁好厉害什么，关注度自然啊，人缘就会变好了。是，对啊。所以我觉得就是以这个心态，或者是多学一样才艺，然后他有兴趣，然后我们身为家长就是培养，然后陪伴，然后支持他这样子。对啊。那希望今天的分享啊，可以给所有。学生运动员的家长们有一些收获。好，暑假能拉开的不是只有成绩和身高，还有孩子看待自己的方式。暑假真正的差距不在于暑假练多少，而是孩子学会了多少。欢迎订阅运动 DNA， 不论你是用 Apple Podcast、Spotify、YouTube 或是其他平台，按下订阅，每周来跟我们一起学习运动教会我们的事。也别忘了追踪我们的 IG 和 Facebook， 搜寻运动 DNA， 留言跟我们分享你怎么陪伴孩子规划暑假。运动 DNA， 我们下集见，拜拜。